现在就在布达城堡这边，从这个布达城堡望过去，这个多瑙河非常的漂亮，全部都是这种中古世纪的建筑。它这边有分为布达区跟佩斯区，我们现在就在布达这边，然后他们合起来就叫做布达佩斯。对，那我们现在要上去布达城堡上面看看咯，走吧。Go go go！ 爸爸上去看布达卡森了。以前是国王住的地方，现在是 museum。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布达城堡上了，看一下这里的视野非常的辽阔，可以望着整个多瑙河。然后我们现在前面看到这条桥，它现在正在维修当中，是不能走过去的。我们今天主要的行程会都是在这一边桥的这一边，那我们明天会再带大家去逛另外一边。沿着这个布达城堡的这个皇宫这条路一直走过来呢，这边到了这一间，又是看到这种神圣罗马帝国的这种拜占庭式的建筑，这个就是国家美术馆了。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很巨大的一个雕像，这里感觉就是当初的贵族会有在这边开一些宴会啊之类的，在这里非常宽敞的地方，然后面对着这个多瑙河。大家看一下，整个这个布达城堡里面的建筑都保留得非常好，全部这种中世纪的建筑都一直保留到现在。那刚刚说的这一个是美术馆，在它旁边的这个就是国家戏院，它是一起可以从美术馆那边逛过去的。那在美术馆的后方呢，这边有一个国王的这个喷水池。他们现在好像都是因为冬天缺水的关系，现在喷水池都没有在运作了，都是干涸。这个很像凯旋门哦。经过这个拱门过来之后呢，这边这一片这里就是国家的历史博物馆了。后来就改回来了，然后这里也是打仗的时候长这样，后来就变漂亮了。看一下，在整个这个布达城堡这边，看这里这些建筑都还蛮新的，尤其是我身后方这间，在这个整个城堡这里都可以看到很多工程还正在运作中。像这一间，它就是在去年的时候，2021年的时候，它才重新修建完工而已。那我们刚才一路走过来，那一边还有很多都是还在建设中的，想必再过未来的几年就可以看到完整的布达城堡的容貌了。那大家下次来的时候，应该就可以看得到咯。朝着布达城堡的后方这条路一直走过来，这边有一间隐藏的博物馆，这间我非常的有兴趣。它是2战留下来的一个医院，它就是盖在这个城堡的底下，它是一间岩石医院。那我们一起进去参观咯。以前在2战的时候，他们就是用这个医院这边在救人的。里面好恐怖，我想想，当时就是在做一些2战在杀人，做一些介绍的。干嘛啊？因为乡下不能进去，它这里是算是辅导级的，所以里面太血腥了，然后里面也不能拍照，也不能录影，所以我就只有我自己进去而已。没关系啦，我们再去看别的，走吧。他们这边很方便欸，我刚才从那个岩石医院的旁边，它就又有电梯可以走上来了。那如果说你不想要搭乘电梯，它旁边也是有楼梯可以走上来的。
这边是马加什教堂，大家呢看一下他们的上面这个屋顶，跟我们之前去克罗埃西亚的首都扎格雷布的时候看到的马赛克的屋顶是一样的。然后它的这个整个外观看起来应该都是重新修建过的，感觉很新的感觉。我们去这边，这里就是渔人堡了。渔人堡这边，大家仔细看一下，它总共有7个这个尖顶的堡，那它是代表了7个部落的象征，古老的匈牙利的7个部落，它是在19世纪的时候所成立的这种哥德式的建筑。大家看一下这边，它们都是这种纯白色的这种建筑，看起来有没有很像来到了海底世界的感觉呢？也有点像是迪士尼的城堡。我们来这一面的渔人堡是不需要付费的。那刚刚在一开始教堂的那一面的渔人堡，那边上去是要钱的，可以更完整的看到国会大厦。那我们从渔夫堡再往后面走一点呢，就会到了这个玛利亚马丹娜塔。它很厉害，它竟然在这600年来经历了无数的战争，但是它却依然保留在这边。虽然说它外面这边都已经被炸毁了，不过呢，它的这个塔楼是完整的保留在这边。那这个也是，如果你想要看看整个布达佩斯的市景的话，可以上去上面可以看看整个全景的布达佩斯。那我们再往下一个景点去了。从马丹娜塔那边走过来呢，这边就是最后一个景点了，这里是维也纳门。他走出了这个门之后呢，就离开了布达城堡了。我们这一整天一直都在这个布达城堡里面。那我们上这个维也纳门去看一下。上来了这个维也纳门呢，这里就是布达城堡的最末端了。这个就是早期进出这个城堡都是会通过这个维也纳门的。这边就整个是布达佩斯的市区了。看一下正后方这边还有一间叫传统的教堂。我们再回去渔人堡那边拍一下美丽的夜景给大家看，走吧。看一下这整个布达佩斯的夜景，超美的。这个国会厅已经打开灯了，现在这个夜景这就是100万无敌夜景啊！在渔人堡这边可以待上一天，晚上跟白天的景色是非常的不一样。那我们今天的布达城堡一日就到这边咯。频道的朋友，麻烦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日后会有更多有趣好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哦。Dislike